大家早安，我是 Misako， 我又来到了熊本车站了。说到熊本，大部分的人第一次来大概是会玩熊本市区，还有阿苏那一带。那我之前也有拍过好几支熊本的影片，可是呢，有一个地方它的景色跟阿苏山完全不一样，就是天草地区。我觉得这个地方蛮厉害的，因为它有不止一个世界遗产，还有无限的海景跟野生的海豚可以看，甚至它还有专属的观光列车。没错，这一集又要来搭观光列车了。那这一次在熊本天草的行程呢，我都是用去 APP 来规划的，不止排行程，从交通、住宿、机票、购物优惠券，通通都可以在去 APP 上面购买使用。那我会把这次的行程通通都放到我的去页面上，欢迎大家直接复制使用。OK， 列车要进站了，我们赶快进去吧，出发！A 列车来了，好漂亮哦！A 列车正式进站了。那这一支影片呢，前半段就是会搭这一辆 A 列车从熊本搭到天草的玄关口，也就是三角车站。那在三角车站开始我们的天草之旅。A 列车正式发车了，我想搭这一辆列车真的是超级旧的。它吸引我的点，除了外观，它是以黑金为基调去打造内装的部分。一踏进车辆里面，可以感受到水户刚睿智一贯的设计风格。除了木质调以外，用色上是非常偏深色沉稳的色调。再来最大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它运用了教会里面会出现的彩色透光玻璃。之所以它会这样设计，其实跟天草的文化背景也是有相关联。天草它在16世纪的时候有传教士将基督教这个文化带进了日本，那天草就是在熊本里面基督教发展的最为旺盛、最为繁盛的一个地区。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天草领地都是信奉基督教，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带进了非常多的欧风文化进来。它真的是把天草的文化很好的融入进这一辆车厢里面，可以说是为了天草打造的观光列车。那之所以这一辆列车会叫 A 列车，主要是运用了3A 的概念。第一个 A 呢，取用天草的日文发音，它的开头的 A。那第二个 A 呢，就是取用大人的英文发音的开头的 A。为了贯彻这个设计概念，在咖啡厅、咖啡吧台的部分，它是把它打造的像是大人的酒吧的感觉。你在车上可以喝到酒、喝到威士忌以外，连工作人员他们的服装都穿得像是bartender一样。第三个 A， 这辆列车的名字A 列车的一共就是直接引用了一首经典的爵士名曲，这3个 A 组成了这一辆 A 列车的设计由来。这辆列车也有专属的纪念看板可以拍照，大家记得来合照哦，好好看哦。盖完了。A 列车的盖章，跟大家说一件很悲伤的消息，乘车纪念证的样式变了。一直以来，这样九州的观光列车乘车纪念证的设计都是一台车就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乘车纪念证。可是呢，从今年的6月开始，他们统一都改成了这一个样式，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失去了一种你搭这一辆列车才能够得到的小礼物的那一份专属感。而且我比较喜欢以前的设计。那其实它并不是这样九州所有的观光列车都改，比较偏平价的观光列车，乘车纪念证就是统一改成了这个样式。我现在在往田车站。如果说去程跟回程只能挑一次搭的话，我会非常的推荐去程的班次，也就是从熊本车站到三角车站的这个去程的路线，因为它停靠站呢其实没有很多。那去程的车站会特别再多加停靠往田车站，据说它是熊本最古老的木造车站，它停靠时间非常长哦，大概停靠了25分钟左右。而且我们一下站呢，就看到非常热情的在地居民，他们在表演，在欢迎
我们。再来，它还有另外一个看点是，它木造车站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厅。这个咖啡厅呢，它也是配合 A 列车的运行日，也就是周末跟国定假日才会开放。如果你是搭回程，就是从三角车站搭回熊本的这个回程路线的话，不会停到这个网田站，觉得蛮可惜的。一样的票价，当然是要选最丰富的，对不对？甚至在网田站停靠的这一段时间，来顺便跟大家介绍这一条线还有其他的什么景点可以去看。你从网田车站走路20分钟就可以到一个也是知名景点玉鱼来海岸。它除了是日本夕阳白选以外，我觉得它的景观很特别，是因为它有潮差。它在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地上会呈现出3日月形状的沙纹的造型景观，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漂亮。再来还有一个景点长布田海床路，这个景点原本是当地的养殖业者，他为了采集贝类、海苔所造的一条景点、一条路。可是，在近年呢，它就是在社群上被形容成很像《神隐少女》的电影场景而大爆红。它的特色就是它涨潮跟退潮的时候，景观会完全不一样。涨潮的时候呢，海水会直接盖过电线杆的那一条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走过去。可是那个景色也是非常的梦幻。可是如果是退潮的时候，你人就实际可以走下去。总之，现在也是非常知名的景点。各位，我购物完毕了，这次也要是收获满满。因为这辆列车它是以移动的大人酒吧为概念去设计的，它的酒吧也提供了很多的酒类的相关饮品。但是因为不喝酒，所以呢，我就点了一杯季节限定的赛达来喝。还有因为熊本产的那个柑橘，橘子的种类蛮多的，所以我也买了2样橘子相关的制品。这个呢，这个果冻很厉害哦，听说它是加了5种熊本产的橘子在里面。天草它盛产盐，所以我买了一个用天草的海盐制作的巧克力。再来是周边商品的部分，因为呢，我觉得这一辆列车的 logo 非常的有质感，所以我就买了他们的2款这个 logo 的徽章。你看，它一个是这个展开的翅膀，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最经典的圆形的。再来呢，一定要买的就是小小的列车钥匙圈啊，好可爱哦！这个也是一定要收藏的吧。这一次我越破例买资料夹，因为我觉得它的资料夹设计得很漂亮。这张资料夹上面齐聚了所有天草的元素，像是有 A 列车、海豚、奇经聚落、教会，这些都是天草经典的元素。以上就是我的专利品，这次也是喷了非常多的钱。之前2年前我拍关八16的时候，其中有一位乘务人员他也有上车去服务。今天我在吧台买东西的时候，那个乘务人员他就问我说，你之前是不是有在关八16上面拍片，而且你那时候是不是头发还是很长的，然后现在整个变超短，而且很感动的是我还收到他的手写小卡。最后就来说明大家最关心的这一辆列车该怎么预约购票。如果你是直接从日本管道来预约购票的话，有好几个管道可以利用。首先 JR 九州他们自己的网络购票系统，再来就是 JR 西日本它有15489可以直接购票，又或者是你直接去绿色窗口进行购票。如果刚刚的几个管道你都订不到票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日本旅行社的那种套装行程，只不过因为它通常是包
包饭店或者是有包其他的行程，所以价格上会比较贵。那假如你是想要透过台湾的管道的话，就可以选择 KKday 来进行购票。那去 APP 也有提供 KKday 的购票连结，而且如果你是透过去来购买的话，还有去专属的优惠码可以折抵，让你在购票的时候可以享有一些打折优惠。而且它回馈的和泰 Point 的点数呢，你也可以把这个点数用在像是如果你是想要买eSIM网卡啦，这个点数都可以直接折抵使用，可以为你的旅行省下一点点钱。那订票的时候要注意，因为这辆列车是全车指定席，你是没有办法先上车后补票的。开卖时间是你乘车日的前1个月的早上10点就会开放预约购票。基本上在网络上可以划位的都是像是我目前坐的这种2个座位并排的座位。可是如果你是多人数想要一起坐的话，2号车有提供那个4人座的包厢座位，那个座位的话就是要去绿色窗口直接购票。你在搭乘之前一定要先把它换成实体的车票，那你要选择有可以扫 QR code 的机台，选了之后把你的手机 QR code 扫描，它会跳出了几个按钮，记得选下方的那一个。那选了之后它会请你输入你的电话号码，你就输入 KKday 给你的11码的代码，它出示的价格基本上因为你已经付款了，就不需要再额外付款，继续按下去它就会出来给你2张车票，一张是乘车券，一张是特急券。再来就是很多人会犯错的，记得要前往再来线的通道，不能走新干线的通道。祝福大家都能够划位成功。各位，我现在背后就是漂亮的三角车站，他们当初是为了配合 A 列车的推出，就重新改建的这个三角车站。假如说你是想要玩天草的话，其实除了搭电车以外，你可以从熊本车站或者是熊本机场直接搭接驳车或巴士直接到天草地区。可是如果你是搭列车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先来这个三角车站，那在这里作为交通节点前往你的天草地区的行程。一部分的人他会在抵达三角车站之后，从这边步行2分钟到三角港去，搭乘 Sea Cruise 的观光渡船，直接坐到千岛港，开始你的天草之旅。在真正的深入天草地区游玩之前，想要私信再介绍三角车站附近开车5分钟的一个景点，叫做三角溪港。我现在位在这个三角溪港码头附近的一间咖啡厅。之前开头就有说过，其实天草它不止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现在所在的三角溪港它就是其中一个，它是隶属于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之一。三角溪港在开港之后没多久，大概经历12年左右吧，铁路就开通了，所以其实它作为港口的用途呢，就没有被发挥的很久。现在就是没有任何的船只来往，主要就是三角港那边。那三角溪港现在就作为一个观光景点，被完整的保存到现在。在港口开通的时候，这个码头附近就会有很多的仓库。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一间由当时的仓库所改建的，叫做 Amaterasu 咖啡厅。这个咖啡厅我之所以会知道它，就是因为它有非常美的海景座位。它现在被改建的非常的现代风，而且我刚刚来的时候发现，其实也有蛮多年轻人都会特地来这边约会，来这边吃东西。你可以坐室内，但是我极力的推荐大家坐户外的座位，而且它户外座位就是一排全部都是面向眼前的海景，而且我觉得座位数蛮多的，加上天草本身观光客其实没有很多，所以你蛮容易就可以抢到外面的座位。现在我来是6月嘛，外面的天气都还算是舒适，不会太热。我真的觉得这边很棒就看到很多人在眼前的码头旁边钓鱼，海面上波光粼粼的样子，超漂亮的，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那结束这里的行程之后，我们就正式前往天草地区旅游吧。
大家早安！我现在来到了天草市的海豚中心，我今天要来看海豚。天草它有一个蛮知名的活动，就是你可以搭船出海看海豚，而且这边的海豚它不像是水族馆一样是被圈养起来的，它是野生的平鼻海豚。天草它有一座小岛叫通慈岛，这个岛屿的附近呢栖息了据说有200头左右的海豚。隔空摸海豚，摸到了，很大只，这里，看就是这么近，天哪，我好幸福哦，我好幸福哦。这个数量超夸张。大家看完海豚回来了，真的觉得这个活动超级棒的。大家如果有来天草的话，一定要安排这个活动。我觉得整体的满足度超级高的。我们出航大概10分钟、15分钟左右，就开始看到大量的海豚在海面上跳跃。观赏海豚的时间大概也有40分钟左右，真的是充足到你用相机、手机全部拍完一轮之后，你还可以用眼睛去观赏那些海豚可爱的模样。它的距离真的是近到你不需要特别带可能厉害的望远镜头啦，你用手机就可以拍得非常的清楚了。你用肉眼看，甚至海豚就在你的旁边，就在那边跳，你可以看到它们从船的下方海面下游过去的那个身影。它的尺寸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还要长就是非常的壮观，非常的震撼。那种感觉又跟在水族馆看到的海豚完全不一样，是对它们无害的、最天然的方式来观赏海豚，所以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天草有2个地方你是可以搭船去看海豚的，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天草市的海豚中心，它是距离海豚的栖息地最近的地方，所以体验活动整体1小时左右就结束了。可是如果你是在Mio Camino 这一个复合商业中心那边搭船的话，整体就要耗大概2小时左右。那边的船一样是开来通慈岛这个海域，像我刚刚搭船的时候就有看到西科勒子的船也有过来，你可以选择你方便前往的地点。那海豚中心它本身也是道之一道路休息站，所以你在看完海豚之后，你回来还可以稍作休息，可以逛一下街，因为里面有卖蛮多的伴手礼或者是天草当地的农产品啊。我刚刚就买了一大袋，看到了蛮多东西都蛮想买的，因为日本的道路休息站都做得非常的有特色。我还买了一个海豚中心道路休息站特有的吊饰，然后它背后是道之一，它上面还有一只海豚呢。大家有在收集吗？哦，对，忘记补充，这个观赏海豚的活动，你就算没有事前预约，当天现场去，如果还有位置的话，一样是可以搭乘的。而且就算没有很多人，只有你一个人预约，照样会出航。总之，推荐给大家。在结束观赏海豚的活动之后，我来到了附近的一间叫丸见水产的餐厅。这一间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吃到季节限定的海胆。它总共有提供3种不同的海胆：赤海胆、紫海胆跟刺冠海胆。我其实是在日本杂志上发现这一间店，它在网络上的评价也非常的好，很多的游客都会专程跑来这一间店吃海胆。不过不同的季节来的话，会吃到不一样的海胆。像我这一次是6月春季来嘛，所以它店内目前就有提供紫海胆。那像刺冠海胆就是一整年都吃得到的。那如果你是夏季来的话，你还可以吃到赤海胆。它店里提供的饮食当然就是满满的都是海胆，像是你可以单点紫海胆冻啦，或者是刺冠海胆冻。可是呢，我就是比较贪心，难得来了一趟，我就想要2种口味都吃到，我就点了2种综合的海胆冻。这间店内啊，还卖很多跟海胆相关的商品，
品，像是它还有卖海胆可乐饼或是海胆奶油可乐饼，而且它的奶油用的是阿苏的牛奶去炸的。它还有卖很多商品，像是加了乌鱼子的海胆，还有海胆鲜贝。总之，如果你是海胆热爱者的话呢，我觉得你一定要来这一间店。颜色比较深的这个是紫海胆，我右边这一个呢是刺冠海胆，这个就是一整年都吃得到的。紫海胆的话是现在春季限定在吃得到。它的米粒上面你可以看到一粒一粒的碎海胆的颗粒在，这个炊饭一定赞死。好新鲜哦，吃得到一点海味，哎呀，蛮甜的哎，我觉得是味道是刚刚好的。接下来吃紫海胆，我觉得紫海胆完全没有海味耶，它甚至有一点像甜点。刺冠海胆它真的吃起来比较标准，但是紫海胆是更高级的，在口腔里散发的是一种有点水果味，之后海胆的味道才慢慢的在口腔散发出来。我刚刚加了一点点酱，紫海胆配着那个海胆饭一起吃，很甜，超甜的，完全不会有海腥味，完全不会有。如果你是很怕海味、很怕海胆的人的话，这一个 menu 完全可以。甜的，怎么会是甜的？好好吃哦！欢迎大家来这里尝试你的人生第一次的海胆。紫海胆真的超绵的，入口即化，真的。然后海胆饭单吃也很好吃。看对面，发现你有另外2只猫。你看，1只、2只、3只，好多猫。这也是什么猫岛吗？除了观赏海豚是大家来天草我蛮推荐进行的活动以外呢，来这个旗津聚落走走也是我蛮推荐的点，因为它本身是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那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所属的是一个叫长崎和天草地区潜伏基督徒相关遗产，总之名字非常的长。它所选的地方总共有12处，其中11处都是分布在长崎，天草是唯一一处属于熊本地区。那之所以这边会被选为文化遗产，是跟它历史背景有关系。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将基督教传来日本，主要的布教中心大部分就是散落在长崎那一带。天草是熊本唯一的有传入基督教的地方，当时真的是几乎全境都是基督徒。总之，在当时就引进了非常多的欧洲文化。那像之前搭过的 A 列车，就会发现它的内装是非常的欧风文化，就是为了致敬这个曾经存在的历史。可是天草的基督教发展的不算顺利，因为在江户幕府时期就有颁布了禁教令，当时呢只允许神道教或者是佛教，基督教是被禁止的。那当时的政府就会镇压基督徒们，像是他们会定期要求居民要踩踏圣母像或者耶稣像来验证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你如果不愿意踩的话，抓挠你是不是基督徒。所以在当时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会表面上假装信神道教或者是信佛教，那私底下呢会持续偷偷的祈祷，像是他们会把圣母玛利亚像伪装成观音菩萨像。总之这个禁教令维持了大概250年左右，非常的长。那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其实也没有放弃信仰，可是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它之所以会被纳为文化遗产，就是因为在禁教令解禁了之后，这件事情就被其他的传教士发现，他们就发现说，哇，长崎跟天草这一带居然藏着这么多偷偷在信仰的基督徒们。总之天草这边就盖了非常多的教会，像是我刚刚有去的大江教会啦，或者是我现在所在的旗津教会。可是大江教会并不算在文化遗产的范围里面，我背后的这个旗津教会才是。它具有纪念价值的点在于，当时居民被政府要求说你要踩踏圣母像、耶稣像的地方，其实就在这个原址。那个教会里面还蛮酷的，它的地板是用榻榻米，虽然里面都是禁止摄影的，不过我有买明信片给大家参考。你知道一份信仰可以维持那么久，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人去定期的宣教，一份信仰却可以在一个地方维持流传那么久，这在世界上来说是蛮少见的。因为这个原因，旗津聚落这个小渔村呢，就整个被纳为文化遗产了。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京都的一根周屋那个感觉。
家，我已经抵达今天晚上入住的饭店。那我这一次因为在天草想要跑的行程还蛮多的，所以我就选择直接在天桃市住，我就直接挑当地的一间小小的旅宿，这一间叫 Hinokino Hotel。但意外的还不错，它其实就是以木头、木质调跟白色为基底来去设计打造整间旅宿。它没有像连锁饭店那种系统化的服务，但它就是简单可以睡，然后床也蛮舒适的，个人住起来还不错。不过呢，它离最近的巴士站走路要一小段距离，10分钟左右。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搭大众运输来的话，我比较不推荐，因为像是我昨天来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在晚上拖着大行李走，大概15分钟左右才到。沿路上非常少路灯，我觉得女生的话一个人有一点危险。可是如果你是开车或者是包计程车的话，我觉得就没差。它的早餐我也蛮推荐的，因为我就是在网络上有看到其他日本网友的评价说它的早餐还不错，所以我就订了试试看。就我今天吃的时候，我觉得它提供的餐点内容，我觉得以1000块来说，你可能在其他的商务饭店没有办法吃到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个人蛮推荐的。明天早上的早餐我也加订了，就是这么喜欢。那在结束今天的拍摄之后，我就会稍微整理一下今天买的东西。那去它有一个功能非常的方便，就是它是有分账功能。它这个分账功能除了你可以单纯记账以外，假如说你是多人出游的话，你还可以设置不同的使用者，然后把你全部的花费都输入之后，你可以按均分，它就会平均帮你算出每个人要付多少钱。而且它还可以切换币别，有台币、日币，总之很多的币别都可以选择。那我这次透过去来排我的行程，我是先在 Google 地图上标示出我想要跑的天草的景点，再按一键汇入，全部汇入到去里。去呢，它有一个功能叫一键排序，系统会自动帮你排序好景点之间的交通移动的时间。那假如说你在排行程的时候，你觉得景点数量还不够，你也可以从 APP 里面的新榜单，我觉得可以成为你安排行程时候的灵感来源之一。最后最重要的就是整理行李，像去里面的行李清单功能，个人非常的推荐，非常的喜欢。它就会列出所有可能旅行的时候会需要带的物品，你就可以客制化出一份你旅行的时候专属于你真的会需要用到的物品清单，超级大力推荐这个功能。大家早安，欢迎来到天草的最高峰。我现在在苍月山上，苍月山上其实有设立了一个苍月神社，而且呢，它的鸟居非常的有名，就是我背后这个鸟居，因为它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它眼前看下去的景色超级的漂亮，所以呢，它又被叫做是天空的鸟居。我这一次天草行有一半就是为了这个苍月神社而来的，因为它的景色实在是超级漂亮，我想来很久了。我记得天空的鸟居四国好像也有一个，但总之是熊本也有一个天空的鸟居可以来哦。我背后这边看下去，这一片是不知火海，这个群岛错落在海上的景色我非常的喜欢。这一边是不知火海，另外一边呢就是有明海，你甚至可以看到云仙国家公园。不过呢，这个地方有一点难来，基本上大众交通运输是没有办法来的，它也没有巴士、公车或者是游览车都上不来，所以你就只能自己开车或者是叫计程车上来。像我这一次就是为了这一个景点就决定包车来移动，会比较方便。而且你在上来苍月山的路上呢，其实那个山路还蛮狭窄，很难同时并行2台车，所以大家来的时候也是要小心。总之这个景点我非常非常的推荐，来了绝对不会后悔。我现在来到了天草的另外一个道路休息站，这里是位在有明町。看我背后这里有一个超巨大的章鱼，因为呢有明町算是天草蛮有名的章鱼产地，所以它这里就有设立一个很适合拍照的地标，我就是为了拍这个来的。在这个章鱼的旁边还有一个小章鱼，这里
我觉得这个小章鱼也很可爱，它的名字叫伊诺利塔狗。你看它的姿势就是在祈祷的样子。这一条路上去之后就是道路休息站，想说去逛一下，看有什么伴手礼可以买。道路休息站旁边有一间卖章鱼烧的店家，刚刚我已经吃掉一颗了，好吃好吃。它的酱汁可以选择你要全部都盐味，或者是全部都酱汁，或者一半一半，不错。里面有章鱼，就是过来稍作休息，拍个照还 OK。我现在来到了米欧卡米诺，这里就是我之前在天草市的时候有提到另外一间可以搭船观赏海豚的店。那这个复合设施呢，其实里面可以做的事情蛮多的，像是它有卖很多跟熊本天草相关的土产伴手礼，然后里面也有几间饮食店。我刚刚有看到这里还有卖海胆可乐饼这里也吃得到，你就不用大老远跑去丸见水产吃了。再来还有卖冰淇淋或是一些轻食炸物之类的。它这附近还有天草五桥，它还有提供30分钟左右的航程，会带你出海，然后游看几座天草五桥这样。因为天草它本身是群岛所组成，岛跟岛之间就是用桥连接着，算是天草的代表景色。如果你是想要玩天草的人，很多人都会搭车到三角车站，像我这一次就是搭观光列车到三角车站之后，你就可以从三角港搭船到前岛港，前岛港的港口就在这里。刚刚看啊，那个 C Cruise 啊，一看到那个设计就觉得好眼熟的风格哦，果然又是水户刚睿治设计的。而且他还为了这一艘船有出了周边商品，我刚刚有看到资料夹，还有看到别针，它设计的非常的漂亮，害我一时心动。那如果你是有收集玉船印的人的话，柜台这边也可以买到这个 C Cruise 的玉船印。我之前跟朋友去搭 Sunflower 观光渡轮的时候，船上也有卖玉船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收集呢？那接下来我想要去隔壁的 Rizola Terrace 吃一下东西，听说那边有很好吃的盐面包可以买。大家，我坐上巴士了，刚刚也成功去Rizola Terrace抢到盐面包了。店里面也有卖很多的土产伴手礼，有附设餐厅或者是甜点，他们的盐面包是超级人气的。因为像是我刚刚一进去，我前面就排了好几组人在等下一次盐面包出炉的时间，然后我刚好很幸运，大概等不到5分钟就出炉了，而且也排到蛮前面的位置，不到1分钟就全部都被扫光了。它的盐面包啊，我只买到经典的口味，可是它其实还有其他非常多种口味，只是说店家说大概在中午以前或者是最晚下午1、2点前，其他的口味就都会卖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品尝多种口味的话，就建议早一点前往。那除了盐面包以外，我也蛮推荐大家走进去坐它的露天座位，边看眼前的海景边吃你的东西。而且它另外一边也有附设餐厅，一样也是有附设海景座位的，气氛非常的悠闲，我觉得那边蛮适合约会的。很可惜今天就是要赶巴士的时间，没有办法悠闲的坐在那边吃东西。我现在已经抵达熊本机场了，那这一次熊本天草之旅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来熊本那么多次，默默的也快要把整个熊本县都挤完，现在大概只剩县北跟县南还没有拍影片介绍。不过呢，日本也还有很多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希望之后可以多多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探索。那最后影片再次感谢去的支持。这次我去天草有去人比较少甚至是秘境的地方，那这时候呢就非常考验
网络是否稳定。去呢也可以购买到eSIM网卡，而且它提供的是日本的原生网络，像是 Docomo 或者是 SoftBank。假如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去也有24小时的线上客服可以提供咨询，不用怕找不到人。那大家来日本这么喜欢购物，优惠券是一定要有的吧？像是常见的药妆店啊，或者是电器商城的优惠券，在去 APP 里面通通都找得到。那这一次熊本天朝行程我也都已经准备好放在我的页面上了，欢迎大家扫 QR code 或者是点击资讯栏的连结，直接照抄我的行程哦。OK， 那我们就下一趟旅程见吧，拜拜。